朋友们，今天世界杯48强，咱们聊到魔人布欧哈兰德的挪威队。说到哈兰德，现在皇马新的主席候选人里克尔梅，他今天在专访中坚称，哈兰德的合同中含有违约金条款，如果自己当选，就可以同时引进哈兰德还有罗德里。关键前面他还说过，在英超一位冠军教练可以加盟皇马，而且这个主教练和手下的悍将一起加盟。那么难道里克尔梅指的主教练是瓜迪奥拉？哈哈，不过对于主教练，里克尔梅说，希望我能在选举前公布我的主教练人选，但我还没有亲自和克洛普会面，这不会是一场实验。我们皇马需要的是一位真正适合皇家马德里的教练，教练会受到尊重，清楚自己的工作，并且必须拥有执教顶级联赛和欧冠赛事的丰富经验。我现在没有亲自和克洛普会面，即便见过，我也不会公开谈论。我现在个人并没有和克洛普，也没有和任何其他教练进行过会面，因为我竞选的是皇家马德里主席，而不是体育总监。这次里克尔梅的承诺说，当选后今年夏天就会引进罗德里和哈兰德。他开出的这份超级承诺呀，竟然还有传闻说贝林厄姆正在劝说哈兰德加盟皇马。两个人曾经在多特蒙德并肩作战，私下里关系非常不错。但是对这件事，哈兰德的团队已经否认和皇马有过任何接触。但是罗马诺传出消息，曼城俱乐部确信哈兰德今年夏天会留下，并且曼城的发言人直接出面发声，里克尔梅有关哈兰德的言论是谣言，曼城准备采取法律行动。不过世界体育报评论道，曼城现在还没有办法对里克尔梅采取行动，因为里克尔梅只是皇马主席的候选人，和皇马没有任何正式的关联。紧接着，哈兰德的父亲老哈兰德和经纪人皮门塔直接进行了澄清，在独家声明中表示，这一切都很有趣，但并非事实。我们祝愿皇马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都一切顺利。尽管如此，里克尔梅却丝毫不慌，他已经签署了公证文件，郑重承诺，如果没能兑现任何的竞选承诺，里克尔梅将自掏腰包为全体皇马会员支付会费。而来自世界报的报道，其实里克尔梅在5年前就已经认识了哈兰德，那时候球员还在多特蒙德效力。尽管哈兰德最终加盟了曼城，但里克尔梅和他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甚至绕开了哈兰德的经纪人皮门塔，直接和球员的父亲取得联系。上周六，里克尔梅和老哈兰德在马贝拉黄金1英里区的一家顶级豪华酒店内共进了晚餐，一直聊到深夜。报道称，里克尔梅和哈兰德的父亲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但这份协议生效的前提是里克尔梅必须赢得本次皇马大选，所以这样的操作手法就和26年前当时老佛爷的惊天逆转如出一辙。朋友们，世界杯真的是一天一天越来越近了。最近感觉在大家的支持下，我的频道好像也开始热起来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一定要订阅。老 K 感谢大家的点赞，感谢您在留言区的评论，也希望您能够献上 hype 积分。好，咱们继续。当年弗洛伦蒂诺为了对抗当时强大的皇马主席桑斯，也是私下和路易斯菲戈的经纪人达成了一份含有巨额违约金的引援协议。当时老佛爷甚至同样有过承诺，如果路易斯菲戈没能穿上皇马的球衣，那老佛爷就将替所有的会员交纳会费。当时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2000年老佛爷成功当选，并且从死敌巴塞罗那挖走了他们的队长和头号球星路易斯菲戈。正是当时菲戈带来的巨大期望，才让老佛爷击败了不可一世当年的皇马主席桑斯。现如今里克尔梅正准备用同样的剧本再次掀起风暴。对于哈兰德父亲还有经纪人的否认，里克尔梅公开回应，没关系，他们需要保护球员哈兰德，但我们之前谈过了，后来也有过沟通，我和罗德里的经纪人也交流过，我很清楚接下来我还需要和曼城谈，昨天也说过这一点。罗德里和哈兰德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但两个人的事情都需要和曼城沟通，我们对曼城保持最大的尊重，而我竞选皇马主席已经提供了担保，也就是个人承诺，如果我没有兑现这些承诺中的任何一项，我会个人承担皇马10万名会员的会费。我不会为了带来某一个球员就毁掉自己的个人声誉，毁掉自己的职业形象，我也不会毁掉自己作为皇马球迷、皇马会员的身份认同。当然，我们还需要和曼城谈，但我很清楚他们会为皇马效力的。至于你问球员方面有没有签署任何承诺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了，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任何人陷入尴尬的处境。
我认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会让这2名球员为皇马效力的。那么如果里克尔梅真的食言，就10万皇马会员的会费，他就会赔1230万欧元。现在有意思的是，皇马官方商店还不允许在球衣上印哈兰德的名字，但是可以印罗德里的名字。不过就不知道啊，印罗德里的球衣是不是因为皇马本来就有巴西球员罗德里戈，而且罗德里球衣上印的就是罗德里戈的拉丁语。好，根据西班牙6台记者的报道，在哈兰德和曼城的合同中，确实有一个针对西甲豪门有效的离队条款。这个解约条款适用于皇马、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竞技。但在此前巴塞罗那主席选举的时候，候选人丰特想签哈兰德，当时却遭到了经纪人否认。那么对此，记者解释说，因为哈兰德在那个时候，要么是不想和丰特一起去巴塞罗那，要么就是巴塞罗那根本负担不起哈兰德现在的薪水。而且哈兰德的经纪人和拉波尔塔关系非常好，肯定就不会帮丰特的忙嘛。另外，由于哈兰德这个解约金条款对皇马确实有效，所以即使最终胜选的是老佛爷，对老佛爷来说也可以引进哈兰德。对这件事，阿斯报也发来报道。据阿斯报记者的确认，哈兰德和曼城的合同当进入了中段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支付一笔重要金额离开曼城。这笔解约金额还没有公开，而且会随着合同推进逐年下降。哈兰德的经纪人皮门塔此前在接受阿斯报采访时曾经说过，我支持球员要拥有自由，这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我经常说，作为经纪人，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给球员留一把开门的钥匙。OK， 对里克尔梅拿出哈兰德作为武器，那么老佛爷的对策是，竞选名单上有一块瑰宝，那可能是大巴黎的维迪尼亚。近期关于维迪尼亚的传闻已经在葡萄牙发酵，而且穆里尼奥和维迪尼亚的经纪人都是豪尔赫门德斯，所以如果老佛爷想打出决定性的一张牌，宣布维迪尼亚将是对里克尔梅的终极打击。曼城方面还有关于格瓦迪奥尔，现在也被皇马看上，所以曼城想和格瓦迪奥尔涨薪续约，再加上皇马穆里尼奥看上的阿森纳左后卫卡拉菲奥里，现在想签格瓦迪奥尔也很难，想签卡拉菲奥里也不容易。最后各方消息，里克尔梅正准备计划宣布，如果他赢得选举，克洛普将成为皇马的主教练，而如果老佛爷赢得选举，皇马将支付穆里尼奥1500万欧元的解约金。哈哈，总之皇马的主席竞选确实是一出大戏，这也属于有钱人的游戏。现在里克尔梅的个人资产已经到了 7.49 亿欧元，老佛爷则达到 49.77 亿欧元。现在距离皇马主席投票还剩3天，里克尔梅在选民的投票意向上正在接近老佛爷。最精彩的还在后面，6月7日的皇马是否还会有新的悬念呢？好，说回今天的主角挪威队，这次他们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在航班上球队带上了116公斤的棕色奶酪、6000个橙子以及半吨的鱼，大量的鱼。挪威队的厨师解释道，带这么多鱼飞往美国可不容易啊，我们会保持冷静，不会一次订购太多，我们会根据需要再补充的。虽然很难准确说每样食材具体需要多少，但红鱼大概会用到300公斤。到时候挪威队的饮食将以自助餐为主，每天吃4顿，球员可以选择土豆、意大利面或者米饭，晚餐则以鱼肉和鸡肉为主，也会提供 taco 和大块的肉类。我们挪威队希望提供自己喜欢的食物，使用最优质的挪威食材，在关键的时候为球员提供最佳的饮食，这就是我们个人以及挪威的荣誉所在。现在挪威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在格林斯伯勒设立了自己的世界杯基地。6月17日，挪威队首场对阵伊拉克，然后小组赛会分别迎战塞内加尔和法国队。老 K 从很久以前哈兰德的新闻就知道，挪威人是真喜欢吃，而且吃好东西，最喜欢还是用本国自己的高级食材。挪威这个国家在北欧特别有意思，北欧人特别有正义感，所以挪威足协向非法国际足联投诉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获得了非法的和平奖。对这件事，挪威足协说，我们是独立寄出这封信的，没有其他协会参与，其他国家知道他们也可以签署。当我们认为向别人施加压力没有意义，那只会引发摩擦。嘿嘿，所以挪威队正义敢于发声，不畏强权。但这次到美国参加比赛，会不会被做局呢？这次由于哈兰德的身价已经达到了2亿欧元，阿森纳小队长厄德高的身价6500万欧元，所以挪威全队身价 5.87 亿欧元，在世界杯的40强里身价也能排得上号了。甚至过去很多年，每一次总有一支北欧球队会成为黑马。
那么拥有哈兰德的挪威队老 K 愿称他为世界杯第一黑马。他们在5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已经多达18人，仅在英超效力的球员已经达到了7人。所以预选赛意大利被挪威淘汰一点也不冤枉，意大利队就只有3个球员可以在英超踢上球，并且现在欧洲足坛每支强队都缺少大中锋，像葡萄牙队的中场无懈可击，后场也强，可是葡萄牙队的中锋位置却缺兵少将。过去荷兰队的中锋特别多，但这一届已经找不出合格的一个，这也包括德国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曾经盛产中锋的德意志战车，现在只剩下菲尔克鲁格这样的老将，还有沃尔特马德这样的小将，青黄不接。其他的几支强队，英格兰、西班牙、阿根廷、巴西倒是不缺中锋，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挪威的中锋储备。挪威队3大一流的中锋压阵，这是他们世界杯最大的筹码。哈兰德、瑟洛特、拉尔森，这3位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豪门踢主力，甚至挪威队打强队的时候，瑟洛特就只能去打右边前卫。他们3个各有特点，都身材高大，可以让挪威主教练设计各种各样的战术。在拥有3名中锋的情况下，挪威能将前场的冲击力整整保持90分钟，这对对方的防线是极大的消耗，打起硬仗来也相当管用，有时候只需要一些长传冲击就能解决问题。更何况挪威队还有不错的地面推进能力，还有比较犀利的边路冲击力。这次挪威队公布26人名单非常新颖，是由他们的国王哈拉尔5世用预先录制视频的方式宣读名单。第3门将唐维克入选，而邓努姆落选，麦赫雷落选。这次挪威队的国王读出球员的名单，更像是国家级的仪式，已经不只是简单的体育新闻。那么首先咱们先聊一下他们的主教练索尔巴肯。1998年挪威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时候，索尔巴肯还是国家队的队员，这次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他成了主教练。而在他的球员时期，在哥本哈根队2001年他遭遇了严重的心脏事件，从临床的角度讲，他当时甚至已经死亡。后来起死回生之后，那次事件迫使他在33岁退役，之后就转向了教练道路。所以在地狱门口转了一圈回来，索尔巴肯的执教气质里有一种特殊的冷静，一种倔强，一种不怕任何压力，不怕任何人骂的气质。输球对他来说远远不算什么，死亡都已经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另外，这次26年挪威队世界杯名单发布的地点选在了主教练索尔巴肯和助理教练肯特贝格森小时候踢球的地方，所以挪威足协非常的用心，将国家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这种仪式感放回到了主教练的足球人生开始的地方。索尔巴肯对自己的定位，这支挪威队不是热门，而是更有冲击力，虽然不是传统豪门，但具备伤害任何强队的能力。2023年，当时挪威队0-1输给西班牙队，当时主教练曾经考虑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这个位置，那段时间他压力巨大，但此后坚持了过来，进行了战术和领导结构方面的调整。随后挪威在24年的欧国联和25年世界杯预选赛明显反弹，索尔巴肯的挪威能够在4-1-4-1还有4-3-3还有4-4-2以及4-5-1 4种阵型之间进行切换。打弱队的时候，他们会用更多的控球率，更多的传中和高位压迫的人数优势，但在面对像意大利这类强队的时候，他们愿意降低自己控球的比例，用哈兰德、瑟洛特还有努萨和厄德高打快速转换。一句话，在挪威队，哈兰德当然是核武器，但真正让挪威队危险的是厄德高的输送、努萨的突破，还有瑟洛特的双前锋的牵制，以及他们中后场直接的推进能力。索尔巴肯这样强硬的主教练，他跟球队的2位巨星哈兰德、厄德高的相处，不是那种拍马屁，不是哄着他们，而是让2位巨星要承担责任。索尔巴肯是一个很强势的主教练，厄德高现在是队长，哈兰德是球队里面最大的火力点。索尔巴肯曾经提醒哈兰德和厄德高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在更衣室里的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会极大的影响到年轻球员。另外，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的中场球员奥尔斯内斯曾经在2024年离开国家队，当时球员觉得自己的负荷太重，但在26年世界杯前，奥尔斯内斯回归，他先是给哈兰德和厄德高打了电话，确认球员的更衣室里面是否接受他可以回来。哈兰德给出非常积极的信号，主教练索尔巴肯也和他保持了沟通。另外，虽然邓努姆和麦赫雷这次落选，但主教练也提醒他们，这些落选的球员仍然要保持准备，世界杯前仍然可能出现伤病引发的变动。
这里再说一件小事儿，在2025年，当时挪威和新西兰的友谊赛之后，主教练索尔巴肯公开的批评奥斯卡·鲍勃，说他在自己不熟悉的中场位置表现很糟糕，认为他的站位、决策和压迫都不理想。但主教练也强调，这不改变对鲍勃长期能力的判断。所以，这位强硬的索尔巴肯对年轻球员执教的方式非常直接，可以批评，但也不一棍子打死。接下来必须花重篇幅介绍一下当今魔人布欧，来自北欧的半神哈兰德。哈兰德其实出生于英格兰的利兹，他的父亲老哈兰德本身就是前职业球员，母亲曾经是挪威的田径运动员。幼年时期，哈兰德随父母回到挪威的布莱尼成长，出自布莱尼青训，后来去了莫尔德队、萨尔茨堡队、多特蒙德队，最后加盟曼城。他本身是可以选择代表英格兰国家队，但哈兰德本人强调自己100%觉得自己是挪威人，所以选择代表挪威。英格兰足协虽然曾经接触过他，但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心。哈兰德跟他的女友伊莎贝尔·约翰森早在自己效力多特蒙德时期就已经恋爱，2024年底迎来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这一对情侣平日里最喜欢结伴一起打电子游戏，而且都非常的痴迷烤肉卷。两个人过去同在布莱恩俱乐部踢球，是女孩子先看上了哈兰德，并非是哈兰德主动追求，所以当年女方主动出击，先给哈兰德发来消息，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在家里面，平时是由哈兰德做饭，女友喜欢玩游戏，两个人最喜欢一起玩我的世界或者大房子之类的。很早以前，哈兰德就已经是我的世界铁杆玩家。当年在最早打破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之后，他还曾经对天空体育说过，赛后回家我先打会儿游戏，不过具体什么游戏不能说，因为实在太丢人了。在刚刚为人父母之后，当时哈兰德和女友约翰森曾经前往意大利度假放松，在罗马现身，还出席了当时杜嘉班纳的高级定制女装大秀。后来哈兰德在社交媒体表白意大利，说罗马毫无疑问是我去过最美的城市之一，还有当地的美食，天哪，堪称绝味。我非常的侠义，享受夏天的时光，感谢杜嘉班纳，感谢罗马市政府，我爱意大利。当时这也引起了意大利球迷纷纷留言，劝说他要离开曼城，转战意甲联赛。哈兰德从小在布莱尼青训，教练就表扬他非常的准时，很尽力，而且守规矩。他在布莱尼经常就越级踢球，尽管身体瘦小，但进球非常多。教练当时就觉得他的技术、战术、心理还有身体的潜质非常特别。后来仅仅15岁的哈兰德已经为布莱尼的一线队出场了16次，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在22队在青年队的进球非常多。而且他的父亲老哈兰德虽然过去是曼城的球星，但从来没有过度干预孩子教练的训练，不是那种天天在场边指挥的家长，而是让小哈兰德自己成长。后来哈兰德到了莫德尔队，当时主教练索尔斯克亚教他一脚完成射门，而且要保持冷静，随时准备射门。过去曼联的娃娃脸超级替补索尔斯克亚对哈兰德成为顶级的射手也起到了巨大的帮助。2019年在 U20 世青赛，哈兰德对洪都拉斯队一个人就打进了9个球，帮助球队12-0战胜对手。当时全球媒体已经注意到一个怪物新星已经诞生了。随后转会到萨尔茨堡队，在自己的欧冠首秀对亨克的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就已经完成帽子戏法。2020年哈兰德转会到多特蒙德，首秀替补登场，在对奥格斯堡的比赛中仅仅替补打了20分钟就完成了帽子戏法。所以这个超级中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像锥子一样冒了出来。很快曼城在22年激活了解约条款，签下哈兰德，转会费达到5100万英镑。曼城也是他父亲过去曾经效力过的俱乐部。2025年哈兰德和曼城续约到了2034年，这一份合同的年限之长，薪水之丰厚，也震惊了整个世界足坛。时至今日，哈兰德经常回到自己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为当地的孩子送去训练包，送去足球、水壶和各种礼物。现在的哈兰德在曼城，在瓜迪奥拉的体系下，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中锋，在他脚下没有球的时候，通过无球跑动也能制造对方的恐惧。他可以用纵深的冲刺将对方的中后卫往前压，用身体把对方的防线压进禁区，也可以用左脚头球和 first touch 把机会直接转化为射门。在英超联赛的数据中，他单赛季的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射正还有空中对抗的胜利次数都非常突出。这说明哈兰德的威胁高度集中在禁区内和纵深的区域。在曼城，瓜迪奥拉过去经常使用伪9号，但哈兰德带来了一次结构性的改变，因为他到曼城不是来传几脚球的，
哈兰德是来将曼城的传球、控球、压迫转化为最后一刀，但是哈兰德的弱点同样也很明显。当曼城无法给他提供球权的时候，哈兰德在场上会消失。这也是过去有一次罗伊·基恩对他激烈的批评，说他看起来像一个低级别的球员。这说明传统的前锋和现代前锋的标准正在进行改变。传统的要求中锋能够背身，可以回撤，可以组织，可以参与，但瓜迪奥拉的体系更加需要哈兰德在最高的价值区域完成终结。在挪威国家队，哈兰德身后有像厄德高这样的组织者，也有像瑟洛特这样的身体型的前锋。主教练索尔巴肯谈到过，瑟洛特可以和哈兰德在场上同时存在，这样既有身体的冲击力，也能够服务于整个球队。这个结构让哈兰德在国家队就不需要单独的去背身扛人，而是可以更加专注于冲刺抢点。所以在挪威国家队，厄德高是球队的大脑，哈兰德是终结的武器，瑟洛特则提供另一种身体的支点能力。所以咱们第二位聚焦于阿森纳的小队长，挪威的组织核心厄德高。厄德高从挪威的一个小球场到15岁能够代表斯特罗姆加斯特队登上职业赛场。少年时期的厄德高已经加盟了皇马，但是因为踢不上主力，经历过数次的外租，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最后转会阿森纳成为队长。厄德高的妻子海伦现在和厄德高以及孩子共同生活在伦敦。海伦非常不认同英国媒体那种小报文化、哇个文化。这次阿森纳夺冠之后举行了夺冠巡游，特别有意思的是，队长厄德高在庆祝过程中，他在巡游车上和球迷互动，用头将球顶向空中。不料足球随后却砸向了路边执勤的一名巡警。看到这一幕后，厄德高吓得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一样，赶紧试图躲起来。对此，他的队友本怀特直接调侃道：“逮捕他，逮捕厄德高！”本怀特这次是彻底的玩嗨了。在巡游的过程中，他还吃了汉堡店扔上来的汉堡，还将泽凯赖什的眼镜给扔了，还逼着赖斯唱歌，甚至怂恿因卡皮耶将屁股露出来。游行当天呀，这本怀特高低是喝得有点高。好，接下来咱们看看瑟洛特，这是哈兰德身边的第二巨人，也是挪威队战术拼图的关键。他可能是主教练最重要的结构型前锋。在西甲，在马德里竞技，瑟洛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冲击力。2026年在挪威队对阵爱沙尼亚的比赛，正是瑟洛特打破僵局。所以当哈兰德负责终结的时候，瑟洛特负责去消耗对方的中后卫，并且要争第一点，要保护自己后场的长传，制造第二落点。如果挪威队打4-4-2，这对双高的中锋会让许多球队的防线非常难受。第四位球员，咱们看一看挪威的努萨。在去年挪威队3-0大胜意大利的时候，正是努萨助攻了瑟洛特的破门，随后又打进了一个极具个人能力的进球，打爆意大利的防线。努萨是关键的人物。在今年挪威队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当时媒体甚至将努萨和巅峰期的内马尔进行了类比。努萨在场上的1对1能力，他的创造力，还有带球的各种变化，说他像内马尔那肯定有些夸张，但正是努萨这种年轻的边锋，让挪威队具备了边路的威胁。第5位，咱们看一下过去曼城的奥斯卡·鲍勃。在今年1月，他已经从曼城转会了富勒姆，这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比赛时间，以便能赶上世界杯的节奏。2年前，鲍勃曾经在训练中遭遇了严重的伤病，影响了他整个赛季，甚至影响了职业生涯。过去鲍勃曾经被视为曼城重要的技术型的攻击手，而他在国家队的位置非常有趣。如果主教练打4-3-3，鲍勃可以踢右路或者内收；如果打4-4-2，他可能成为替补骑兵。过去虽然主教练曾经公开批评他在某一场比赛的表现，但最终仍然将他带去世界杯，说明教练组依然相信他的上限。这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挪威的出线过程8场球全赢了，共进了37个球。特别是第1场主场3-0战胜意大利队，第3场客场1-4又战胜意大利。挪威队不是靠偶然的爆冷，而是在2回合比赛彻底的压制了意大利。厄德高更是当选欧洲区预选赛的助攻王，送出了7次助攻。哈兰德则进了16个球，成为最好的终结手。所以战术方面，如果哈兰德和瑟洛特同时在场，挪威队就更像4-4-2；但如果让厄德高、努萨、鲍勃都出现在场上，挪威就更像4-3-3或者4-2-3-1。他们在预选赛中表现出非常强大的进攻效率，打弱队可以掌控60%以上的控球权，但是在对意大利这类强队，他们的控球比例下降，反而会通过快速转换、传中、长传和在前场的强点制造杀伤。
挪威队最典型的进攻链条有3种，第一种是厄德高持球，然后直塞或者转移，最后由哈兰德冲击防线；第二种是努萨在左路1对1，然后传中或者内切，由哈兰德或者斯洛特抢点；第三种后场直接起球找斯洛特，第二落点做给厄德高或者努萨。挪威队在防守方面，在对手开球门球的阶段，会先采用类似于4-4-2的压迫结构，但在其他的阶段也会回到中低位的防守。但他们最大的隐患还是后防的稳定性以及门将的能力不足。这支球队可能一场能进你3个，但同时也可能因为自己防线的空间被打穿而被迫与对手打对攻。过去1年，挪威队的主力框架是门将尼兰，后防线莱尔森、阿耶尔、赫格姆或者厄斯蒂高，另外一边是莫勒沃尔费，中场双后腰桑德贝格和帕特里克伯格，在前面是奥尔斯内斯、厄德高和努萨，锋线上哈兰德和斯洛特。但如果主教练想打得更灵活，将斯洛特放在替补席，那么主力阵容就会变成门将尼兰，后防线莱尔森、阿耶尔、赫格姆和莫勒沃尔费，中场贝格、奥尔斯内斯、厄德高，锋线上鲍勃、哈兰德、努萨。双前锋可以保留挪威的冲击力，而厄德高可以从右半的空间进行组织，努萨则负责左路的爆点。努萨在队里是最明显的骑兵，但由于曝光过高，他现在已经快变成名牌。接下来主教练的骑兵可能就是鲍勃、阿斯加德或者希尔德鲁普。阿斯加德在预选赛对阵摩尔多瓦的时候替补打进了4个球，他也具备能够突然改变比赛的能力。那么挪威队的4个优点，首先终结能力非常恐怖，挪威全队8场37个进球，哈兰德8场预选赛进了16个，这样的效率意味着挪威不需要全场压制对手，只要能制造足够多的高质量的机会，他们的锋线就有能力迅速杀死比赛。第二个优点，厄德高的存在让球队有了组织的质量。厄德高的预选赛7次助攻，是欧洲区的助攻王。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队10号球员，而是能够将节奏、压迫的方向还有最后一传连接在一起的人。挪威队第3大优点，双前锋加上边路的爆点，这样的组合在当今世界杯很稀缺。哈兰德、瑟洛特、努萨和鲍勃同时在球队内，这让挪威可以打高空，可以打反击，可以打边路，也能够打内部区域。所以挪威队不是仅靠哈兰德一个人踢球。第4个优点，这一代球员他们有历史的饥饿感。上一次是1998年挪威首次参加世界杯，所以这一届不是普通的参加一次大赛，而是一次补上挪威整个国家足球空白的机会。整整等了28年，这是挪威队故事的核心。但挪威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条，他们的防守端不够好。挪威的攻击线很明显比后防线更让人放心。挪威的门将位置，还有后卫，还有边后卫的稳定性，还有攻转手的转换能力，这都可能成为世界杯的隐患。第二大缺点，在强强对话中，挪威很可能被迫的踢长时间的低位防守。像他们面对意大利的时候，控球率就不高，更多的依靠转换和效率。但如果挪威面对像法国这种速度、个人能力和阵地压迫都更强的球队，那挪威很有可能被长时间的压在自己的后场。所以这次虽然外界对挪威的期待很高，特别是他们能够击败瑞典，当时媒体甚至形容挪威队即使没有哈兰德，他们也像压路机。但这样的追捧给挪威带来热度的同时，也会带来压力。主教练就一直提醒外界不要过度兴奋，对挪威来说，真正的大考还在世界杯决赛圈。所以这支球队的优点很直接，能够进球，能够打反击，能用身体和速度将比赛打碎。缺点也很明显，后防太差，面对真正的顶级强队，可能会被摁在地上摩擦。所以挪威最吸引人的地方，他们不一定能走到最后，但他们有能力在面对任何一个强队的时候爆冷，将2026年世界杯真正写成自己的故事。好的，让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足球新闻。首先是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接受专访的时候谈到了皇马赫伊森的落选，他的话说得非常直白，赫伊森的落选和水平没有关系，而是赫伊森在做人和踢球方面仍然需要成长。德拉夫恩特三观很正，看人很准，不知道他是否也对赫伊森歧视华人之后一直没有郑重的道歉而有所不满。好，另外埃因霍温的球员萨伊瓦里即将加盟拜仁慕尼黑，即将 Here we go， 球员已经和主教练孔帕尼进行了交谈，两个俱乐部之间也很快会达成协议。萨伊瓦里25岁，身高1.85米，这位摩洛哥的中场球员本赛季在埃因霍温首发36次，竟然打进了19个进球，9次助攻。
现在拜仁的体育总监也学聪明了，上个赛季被赫内斯垂帘听政骂得那么惨，现在不仅拜仁，各家豪门的体育总监都在抓紧工作，争取在世界杯前就将想签的球员先签下，否则夜长梦多，最后球员谈不下来，价钱还会越拉越高。还有皇马，今天皇马的中场巴尔韦德，他在理发的时候，理发师拍了一段视频，这也是我们首次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尔韦德头顶的伤疤，很明显有缝针的痕迹。过了这么久，伤疤还如此之大，当时楚阿梅尼打人你是真狠呀！但也有报道说是巴尔韦德是撞到了桌子才导致头部受伤，也许吧，也许确实是磕在桌子上了，但怎么磕的咱们不能问。今天韩国的媒体还分享了球星孙兴敏脚部的特写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孙兴敏的脚指甲已经脱落了，留下了暗红色的淤青，脚趾也已经扭曲变形。这双脚记录着孙兴敏过去的血汗和泪水，见证了无数次对手的凶狠铲球。过去他每天都要和父亲孙雄正一起训练的时候，右脚射门500次，左脚射门500次，所以脚上留下了像化石一样的印记。每场比赛前，孙兴敏都会准备3种尺寸的足球鞋，有41码，有42码，还有43码。他会根据比赛当天脚部的情况和身体的一些细微变化来选择今天穿哪双鞋，而且这些足球鞋都是根据孙兴敏的身体特点量身定制的。孙兴敏坚持穿紧身的足球鞋，就像高尔夫球手击球瞬间力求感受球杆的干面击球的感觉一样，这是一种感觉最大化的选择。在每次出球的时候，他都要充分感受到脚趾的神经细胞哪怕最轻微的摩擦，所以足球运动员真的不容易啊。踢球的朋友看到这张照片估计都很感触，被各种长钉短钉踩过的指甲青一块黑一块。 OK， 阿根廷队已经抵达美国，他们预定了位于伯克利河滨的 Origin Hotel 酒店，现在酒店内已经布置上了阿根廷的蓝白元素，周边都有警力的部署，现场还竖起了大型的围栏，梅西的头像也出现在了横幅。而梅西在2021年他的好朋友阿圭罗退役以后，梅西就再也没有和任何室友同住，球王自己一个人单住一个房间。好，轻松一下，过去巴塞罗那队长皮克的妻子夏奇拉虽然已经50岁了，但夏姐风韵犹存啊。最近她接受采访谈到了自己的私生活，她说我现在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真的一点也没有。我知道我以前说过，单身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单身的女性也可以活得很精彩。是的，这是真的，但至少对现在的我来说并没有那么轻松，因为我真的太忙了。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未来的伴侣这件事儿，我想的只是怎么把孩子照顾好。我总是在想办法多陪陪孩子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孩子、舞台、孩子、舞台，不停的切换。好在我的歌迷们始终陪在我身边，对我来说他们就像家人一样，他们保护我，为我发声，陪伴我，理解我，也会包容我的缺点，用爱围绕着我。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说实话，夏奇拉是长得真漂亮，而且现在没有男伴，我觉得弟兄们不妨考虑考虑。另外再关心一下托马斯·穆勒，穆勒和他的妻子丽莎现在已经分居，这对夫妻已经友好的分开。去年夏天，穆勒效力于加拿大温哥华白浪，但丽莎并没有随他前往加拿大，而是继续留在巴伐利亚，继续经营他们共同拥有的马术庄园。穆勒呀，其实挺喜欢孩子，但是这对夫妻一直没有小孩，而且过去他的妻子曾经嘲讽过科瓦奇，穆勒请他道歉，道歉过后呢，却把穆勒取关了。怎么说呢？老 K 觉得太强势的女生可能对家庭生活不太好，而且老 K 真的很喜欢小孩，觉得一个家庭的小孩非常重要，哪怕有时候两口子生理上可能有些问题，但一定要通过领养，这样子很多年以后你一定会庆幸当年的选择。 OK，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感谢您线上 hype 积分，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在留言区的评论。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